Hello，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今天8点半的直播，8点钟啊，8点钟的直播啊，跟以前不一样的是提早了半个小时啊。那为什么我们不是前2天刚做完直播吗？为什么今天又来开一次呢？其实这个世界发生变化发生的非常快啊，这2天里面，关于贸易战又有了最新的进展，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关于关税和关税战到底有什么最新的看法？然后呢，再加上今天我们还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Palantir 一家 AI 的应用股这个也是我们在之前 GMP 有把握到的最近出了业绩之后又在你又赚了不少了，又赚了不少，然后在盘前的时候也是涨了好像20%那今天也是收到了很多的人的观众在问我们，这个股票我们又怎么看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简单的分享一下。还有 Tesla 怎么样？OK， 那如果够1000人的话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内容关税现在互相在有反制所以是个关税战这个改变了很快为什么星期一会跌这么多呢？后来又反弹这么多呢？这个关税战现在好像是延迟了，压后了1个月但如果开打的话有带来什么冲击呢？所以现在是压后了1个月所以我们要提前准备，再来的话之后再发生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去把握下一次的机会，好不好昨天和今天我是把握到机会了大家有没有把握到机会，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因为我们星期天的直播晚上也讲到过关税战等等带来的一些影响那当然如果今天时间有限，大家还是那样 ABC， 你要想听哪一个多一点我们就讲多一点没有人感兴趣的我们就那个课题就不讲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在留言区给大家时间讲一下 ABC 当然如果这个直播间人数够1000人的话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问一下一个号码如果是港股或者是一个中概股的话那就由七爸爸来回答。那如果是美股的话就像刚才七爸爸讲到Tesla 你怎么看呢那我可以来看一下回答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OK 我们看到ABC 都有人来回答尤其是 A 好像这个反应比较热烈一点那确实这个股票涨了这么多也是蛮多人问的有没有人不知道Palantir 是做什么的或者你一开始你就讲解一下 Palantir 是做什么的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吧。Palantir 呢，它其实是一家主要做大数据分析或者是一些 AI 应用的公司。那很多人对它的第一印象呢，可能是它是那个 ARKK 里面的其中一个投资的股票是一个概念股又或者是一个他可能在之前听到的可能美国国防有使用它，所以呢，它是一个国防概念股。那确实 Palantir 它的其中一个大的客户是美国的军队它之前也在俄乌战争或者是在以色列的战争里面它也是有帮助到那些军队去使用然后它能够加快他们的军队的效率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分析怎么样去做一个更有效率的一个战役部署那这个是国防方面的。而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在企业方面也是有很多的大的企业或者是一些就国营企业的级别也是需要去用到 Palantir 它的 AI 的部分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一般人对它的认知可能什么是 AI 可能只是ChatGPT 这种比较简单能理解的但其实 AI 背后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比如说最近几个季度Panasonic 有跟他合作签署了一个合约，那怎么样去应用 AI 来帮助他们加快他们的工作效率呢这个是其中一个使用的途径。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医疗的公司去使用 Palantir 那用它的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帮助他们去更有效率的提升他们的工作那这个是 Palantir 在企业应用的方面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它为什么
能够这么强劲，其实除了它是 AI 应用的一个股票啊，它有前景和未来之外，其实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拥有着垄断的一个企业啊。那你想想看，连美国的国防这么大咖的一个客户都在去使用它所以可想而知它也是拥有一个非常强的客户的粘性在里面然后它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拥有着一个行业第一，那甚至是唯一的怕不怕被中国制裁啊？黑名单啊？这个当然讲个笑话，这个确实有这个可能性，但其实它现在主要的客户都是美国那边的，超过一半是美国那边，所以反过来中国的企业什么腾讯被美国黑名单 ，so what right？ 对好了，那我们来收回它现在的股价确实非常强劲。在盘前的时候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大概是在100多块非常强劲。而我呢，也是在半年以前这里大概是去年的20几，你好像20几开始买的，20几块最先的时候其实是6月中、6月底的时候，我自己已经是有小注的买了一点，作为一个短线的交易那这个我是自己有参与的。而我自己比较有自信加仓的时候呢，是在8月份和9月份的时候当时候 Planitia 它出了第2个季度的业绩，然后也是看到非常强劲。那除了基本面之外其实我在技术分析方面也是看到它有一个强势股的特征那你可以去回看一下，这个是在我记得之前在 Live 有做一个分享当然包括更早一期就星期天的时候它都你都有做对比对吧？你说 Palantir 是强势股，叫大家就 forget 不要去想 Nvidia 了你还提到 Palantir 是强势股当然所以2天之后就给大家验证了，是不是那个对比这个Nvidia 和 Palantir 的对比就出来了OK， 大家有见证上个星期天 Rich 讲到 Palantir 吗 ？OK， 所以他是讲了好几次当然，那你当时看到什么？其实我一开始呢，怎么样接触到这些公司，我是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看的其实如果你去回看一下 GMP 的内容，你可以发现，在2024年年初或者是2023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做它的基本分析的研究了而为什么我会在2024年的6月份才开始重点的去关注它，然后在2024年的8月份那一次市场的大调整的时候，我看到它是一个强势股呢而在那个时候我是大胆的去把握了这个股票其实这个也是我在技术分析上面看到，它是一个强势股就像我前2天那一次的直播当中有分享到它其中一个特质就是它会比大盘更早的见底然后你会看到它比大盘更强势，大盘在反弹的时候，它已经是在创新高了你可以看到这里不太明显，但是你看到在8月份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去打开股价图看一下，当时候S&P 500或者是纳斯达克只是一个中期调整，它只是略微的有一一个反弹。那它这次的业绩怎么样它这一次的业绩我简单的讲一下，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就买了股票只有它然后去大力赞好的，我并没有这种confirmative bias 就这个叫确认性的偏差，而就从一个中立的角度去看我是觉得它的增长是非常强，而且是打破了很多人的预期。拜登打仗用了太多钱了所以他的业绩很好 OK， 所以那现在就盘前是涨了19%那我们看大家觉得今天晚上开盘之后它会如何？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有人说 Good morning 纽约市的朋友也进来，纽约市现在应该是早上8点钟是不是OK Hello Good morning 其他的朋友你们在哪里也可以报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大家都在哪里参与的OK， 那业绩报告它营收增长了多少
营收增长啊，我忘了，但待会儿可以补充一下啊。但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业绩报告里面，我看到一个最亮眼的点，就是它的 Rule of 40啊，在我关注它的时候，它已经是有60多。什么叫 Rule of 40？解释一下。就它这个是一个对于那些网络公司的一个新的 terms 啊。那如果你看的是一个旧的公司，你怎么样去衡量这家公司啊？可能是看 PE 或者是 PEG 等等啊。那什么是 Rule of 40？就是衡量一些 SaaS 公司或者是一些新的网络公司啊。你用 PEG，你用 PE 来看的话啊，你会看到哇，Planitia 400倍的 PE 好贵哦啊。但怎么样去衡量这家公司它有很强劲的盈利的能力啊？就是来看 Rule of 40。现在是80多，对吧？从68啊，这个是 Q3啊，就是上个季度啊68涨到了 Q4是81。大家可以在屏幕写一下，帮忙写一下 Rule of 40啊。所以我们看这种 SaaS 公司要看的是用 Rule of 40来看啊。这个大家今天晚上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就学到新的东西了。OK， 好，那还有什么补充？那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啊，我们收到了很多人对于 Planitia 的关注，同时间他们也会问一个问题，就是Planitia 现在能买吗？或者是 Planitia 应该什么时候买呢？而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投资要先求知而并不是Rich 今天讲的这个股票，10点半开市的时候我就来买这个Planitia然后就好像什么也不用管了就可以无脑的把钱投进去并不是这样的而我们要投资的话，要先学习，不然的话，就算我给了你一个所谓的股王能够在半年里面涨超过3倍、4倍的股票，你也很容易会在这个股票上面在高位买入，然后输钱，又或者是它涨了一点点之后，你就很容易的抛售非常好。有位网友说 Rule of 40的定义就是 recurring growth rate 加上 EBITDA margin 是40，所以它现在不光是40，它是80多，这是非常的超额完成了这个 Rule of 40very good。 OK， 好 OK 那我们也讲到，我们要先投资的话，要先求知那有没有一些零风险的投资可以去做呢？就是投资自己的脑袋所以呢，我们也是贯彻了我们的一个概念，就是要做一些零风险的投资所以呢，如果你想学习的话，要先跟我们来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有一个零风险的保证如果你学完之后你觉得不适合的话，你是可以退款，而且是全额退款的并且呢，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也会包含了怎么教你去寻找这些倍升的股票比如说 Planitia或者是一些能够逆势上涨的强势股，怎么样去捕捉，我们都会在这个课程里面去教你们其实我们在这里重点讲一下就算是学的话，不光是要找到一个好的股票找到一个好的股票，你听Rich 讲过哪一个股票，好像就找到了，对不对？千万不要这样free ride， 因为我们的课程里面，你看就讲止损风险管理啦都有3个很重要的课程，而且 Rich 呢也是给多了好多的 extra bonus 给大家所以大家这个课程其实不光是买了一套课程，还有很多的 extra bonus 这个额外的课程。现在我们还是对自己很有信心希望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来听这个，所以你听了3天的 Rich 的课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满意的话就全部看完它之后在股票市场里面做到像 Rich 那样的成绩，好吧 ？OK， 那好了。Rich 讲完之后呢，我们来讲一下最近的一个很热的关税这个课题上个星期是 DeepSeek 这个星期呢到了关税周末的时候，特朗普呢是如他以前讲的2月1号正式的给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25%的关税然后呢，给中国是加征了10%的关税当然他要出师有名嘛，对不对不能说我为了要这个赚多点钱，收多点关税的收入但是他要出师有名，他就说那个毒品那个什么毒品的名字我不知道什么分总之有个毒品
因为失控了所以呢，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好好的管理这个边境包括非法移民没有好好的管理，所以他现在给一个惩罚性的关税25%那这里重点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叫关税战特朗普是一厢情愿的一边来加关税那当然呢，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也是马上有反击的一些措施出来，加拿大也是向美国征收25%的关税虽然美国相对来说这个靠这个加拿大出口给加拿大的相对的百分比要少一点，但是呢，这个形态上其实是双输的，而且加拿大加了关税之后，也会影响到美国的企业不要小看这个，好像对美国整体的经济很少其实就是这个只要美国的企业对特朗普说，哎，你动了我们的这个盈利利润好处的话，那特朗普也是对商界有很强烈的很好的关系或者很强的关系所以呢他也会考虑到所以不要说哎呀我看到外面说美国不怕打关税战我们记得在1970几年的时候，上一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美国打越战的时候，其实它的伤亡要比越南或者是中国大陆什么要少很多，包括韩战朝鲜战争但是美国就打就不打了，为什么？就是自己有损伤，美国对自己的损伤是看得很重的人家不怕伤不怕损伤，但是美国想想哎呀自己不干了所以呢在这里美国的损失会少一点，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不是说这个墨西哥的总统跟他谈过电话啦要行动啦那是个下台阶也不是说加拿大总理给他打电话啦推迟1个月这是个下台阶所以我个人判断就是1个月之后很有可能再会找一个理由再压后，甚至是无限制的就不提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可能是他的一个议价的一个筹码，你要跟我谈了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个贸易战加关税战的话，对两方面都会有损失虽然美国的损失相对可能会少一点但是除了美国的出口会受到影响之外美国的通胀也会回升所以这个通胀回升的话你看到美国的媒体也在大量的说这个好像关税最终向美国的消费者通过更高的物价来买单所以呢特朗普也是顺水这个推舟下台阶找到了，就说压后了1个星期但是呢我一会儿会看一看为什么股票市场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包括加密市场，一会儿Rich 会讲一讲加密市场为什么昨天那个 Ethereum是波动的非常的厉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波动呢？机会又在哪里呢那现在呢中国还没有跟他谈好，还没有压后说了要涨10%了那我们也看到中国也是出了今天出了2个制裁或者反击strike back 反击的一个措施一个是调查谷歌在中国的垄断行为谷歌好像在中国没有开这个搜索引擎什么对吧？广告业务都不在中国的那我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找就是跟美国要调查腾讯一样或者是这个制裁中移动、中电信一样都是一个这个面子工程开一个虚炮，开一个虚炮但是呢，这个姿态是表明了，我们也会开炮的所以真正的如果真的要开炮的话，那就找苹果。找特斯拉的所以大家买苹果和特斯拉股票的话，小心有这个危险这个风险那另外呢，也是对美国进口的一些产品这个原生产地方的一些产品加征关税但是其实美国这些产品很少进口到中国包括汽车、柴油车这些都在中国本地做的啦，没有在美国本土做了之后
出口到中国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在意识形态上给你开了2个炮。我觉得之后现在市场啊，今天这个港股为什么涨好多呢？其中一个市场就在预计憧憬幻想这个习近平跟特朗普之后谈电话，谈完之后也会像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一样开始把这个关税延后压后。有人在说特朗普可能是想这个中国要让步给他买下 TikTok 这个当然是市场的传言那可能是真的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特朗普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议价过程中，他的有时候是一些虚招来做一个筹码那中国也是到最后也是要看看要不要舍车保帅象棋里面舍车保帅这里呢是舍 TikTok。保贸易所以有这个可能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关税现在是叫延后了，虽然中国的那10%的关税还没有延后，但是整体来说，中国也是承受了好多年的关税了然后对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延后了，但整体来说，关税对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啦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还有利率，还有整个这个贸易的赤字等等等等，都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个人呢，这里比较复杂不可能今天晚上讲的那我们在 GMT 里面会深入的讲解一下，给大家长点知识以后贸易战再浮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能去把握今天晚上给大家讲一样东西大家其他的不记得不要紧，讲一样东西就是如果美国买少了东西无论是这个关税也好把这个外面的那个制造业搬回美国也好，对吧？他买少了全球买少了东西之后，其实美元在全球的流通量就少了。大家明白这一点吗？美国好像贸易赤字买东西，其实它在出口美元。全世界你不要小看美元，全世界这个美元的流通是很重要的。就像一个央行在一个国家里面增加货币供应，会对那个经济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美国其实在给全世界提供这个美元的供应，美元的供应那些出口的公司赚到美元之后，跟本地的央行换成本地的这个货币，本地的央行又拿了美元之后去买美债这本地的那些企业换了本地的货币，就出去招聘啦投资啦这个或者是采购啦，这个是会搞活整体的经济的。那现在是美国把这个全球的美元供应减少之后这个会给全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衰退那另外一个呢，更加这个比较可能远一点的就是，当美国购买力少了，在全世界买单少了，对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个大客户每天把你的那个产量，把你的生意包下来了60%，他放个屁你都要听，他骂你你都要忍受，对不对？但如果他买少了东西了不再帮衬了变成你一个小客户了，可有可无的小客户了，那时候他再大声的话你可能就不睬他了，对吧？因为他对你的生意来说呢，已经是占比仅少了很多了所以当美国不再这么大的一个贸易赤字在全世界大量的进口的时候，其实美国在全世界的话语权会少这个是比较长远一点的可能特朗普自己都没看到那当这个美国的话语权少了之后美元的重要性就少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看到为什么这个贸易战一开涨金价创了新高这个2400多2430多是最高峰的时候，2400这2800多，所以2830多是最高的那现在说贸易战关税战延迟了，压后了，所以这个金价有一点调整，有一点跌下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关税战
这个金价上去，对吧？那为什么会上去呢？市场总是给我们一些信息的啊。那我们要分析一下的话，这个关税战，美元是往上涨的，对吧？在打关税战的时候，美元往上涨，加拿大币墨西哥币、人民币包括它还威胁到欧元区，欧元也是往下跌的，对吧？所以强美元应该来说金价会下跌的啊。那还有呢，就是通胀上去了，这个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会上去了，国债的收益率上去，金价也应该要跌下来的。但是金价没有跌下来而上涨的啊，这个在我来看，就是全世界这个市场已经在看到美元的地位正在缩小，正在迈多了一步去美元化。过去我的视频里面讲过好多次去美元化，每次都有一些人自以为好聪明，在下面说美元崩溃是没有机会的啊。现在机会还是少还是很远，但是市场给你看到金价的涨幅，就给你看到其实我们正在慢慢的朝那个美元被边缘化的那个地位正在走所以好多的人不懂好好学，就不要来批评说好像我是小粉红觉得要买人民币啦，我从来没有说过，就觉得美元不行了，难道要买人民币吗？我从来没有讲过但是我觉得黄金是一个去美元化对冲这个风险的非常好的工具。我们在讲黄金作为一个资产配置一个好的工具的时候，黄金才只有1800，现在是2800了当时才只有1800，后来涨到了2100，我们出过一个视频，到了2300，我们出过一个视频其实就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我看到的讲给大家听，大家留言就是说，哎呀，我小粉红了，难道要买人民币吗？发梦了，对吧 ？OK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这个留言或者有没有看过我的视频都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OK， 好，那给这个看完之后呢，我再讲讲刚才讲到特斯拉。有人对特斯拉有兴趣，我觉得特斯拉现在最大的风险它会很波动它炒上去的也是因为Elon Musk 是特朗普的好朋友所以呢如果你说哎呀特斯拉因为有 AI 啦，那也有其他的 AI， 为什么就是一个特斯拉上去？其他也有 AI 的公司也没有特斯拉涨了这么多，对不对那特斯拉现在车子卖不动了，这一次业绩报告出来之后特斯拉的车子的这个销量和毛利这个毛利率都是减少了 OK， 所以它的车子是卖不动了。最新的数据看到加州人不买特斯拉了，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很不喜欢这个 Elon Musk 跟特朗普在一起法国我不知道你那里讲什么法国的特斯拉的那个这个注册的牌子，这个车牌的注册也少了很多，大幅度的减少了所以呢盘前特斯拉也跌了一点，昨天晚上也跌了一点所以大家特斯拉其实也很高了，炒了很高了所以在基本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有点高过头了当然特斯拉也是个伟大的优秀的公司这个车子我就不买了这个车子我们去试过Rich 看到很烂的这个车子，对不对？当时OK， 你股价有没有什么 comment 目前没有OK， 你的特斯拉还是赚钱的吧？对，还是赚钱你还持有还没触发止损呢，就是还没有触发还持有中OK 但是你是很早买入的是吧？几个月前200多的时候，那也赚了好多了OK， 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再讲其实呢，最近的这个新闻哇，特朗普变得太快了，每天出一招，跟也跟不到可能一天出2招，一天出2招不是3招OK， 又有一个新的叫主权基金了人家又在揣测，哇，主权基金了要买加密货币啦，哇，昨天晚上加密货币曾经跌过，后来又炒上去了，对吧？那昨天晚上Ethereum 发生什么事情跌了多少？你给大家 update 一下。曾经从3000多跌到了2100多，然后又有了一个反弹3000多跌了2100多然后
然后那其实主要有为什么呢？几个原因发生什么？就第一个就是可能是打关税的那个情况也是会影响到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个小国家不是拥立了那个比特币作为它的法定货币嘛？然后在前几天他就跳船了，他就不承认了，然后又重新就买回了美元。那这个也导致了很多的那些小的币啊，包括我也叫不出来了啊，就那些小的啊，不是 Bitcoin 以外的啊，那当然也包括了以太币啊，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震荡啊。当然我们对于它未来的看法啊，我现在也没有特别有什么看法啊，只是觉得它现在啊，当然也包括比特币是一个相对很波动的一个情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啊，无论是涨还是跌啊，目前也没有看到一个清晰的方向啊，只是现在它在9万多、10万多这个区间里面啊，非常的波动，在调整，就是这样。有人又把2件事情想到一起了啊，主权基金拿来买 TikTok， 打电话给那个习近平说你不买 TikTok 我就要加关税了，快点卖给我 TikTok 啊，或者他是拿来买 Trump Coin 那个特朗普那个加密货币who knows 但大家要了解一点，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市场它每一个政策都会有影响嘛，对不对？所以呢，使到这个波动，股价的波动不同股票市场都会有很大的波动，包括个别的股票也有很大的波动这个债券市场也有很大的波动加密货币都有很大的波动所以呢，我觉得机会就在波动里面越波动的你看得准的话，赚钱越快。越爽越好那今天呢，港股是涨了好多其实昨天一开始港股是跌了好多跌了这个灾难性的跌了3到4% 有一些股票是跌了蛮多的然后呢，下午已经把这个早上跌的全部是收回了所以美股昨天晚上还是跌的，但港股昨天早上是跌了晚上的时候全部收复失地了那今天一开市就涨了，而且是整体来说收市的时候特别是那些科技股指数是在全日的接近高位来收的那所以呢，我觉得波动是件好事情真正就是这个波动这个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啦，今天是电动车啦AI 啦都是很火的昨天也是 AI 很火。那我们上次也讲过 DeepSeek 这个出现使到资金开始看中国的 AI 和科技股了所以上个星期日的直播也讲过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2天是港股所以理论上这个波动大家能够去看得准的话，跌下来便宜了高了就卖了，对吧？所以可以做到低买高估所以很多人一听到波动，哇，这是风险了。我们在这个念 MBA 的时候把波动股票的波动价格的波动变成了一个风险的一个衡量其实不是的这个波动本身不是风险，这是 Howard Marks 其中一位基金经理讲的那所以这个波动本身有可能第一个不是风险，第二个巴菲特也讲，真正的投资者波动是我们所喜欢的喜欢还来不及所以每一次中概股跌了，哇，我是很开心，可以买便宜货了，对不对所以呢，长远来说这个也是因为波动的时候我是买了好多的便宜的很好的股票所以这也是今天港股涨了3个原因刚才那些人提我说港股涨了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大家之前是被这个贸易战这个关税战所恐惧，所以星期一的早上跌了好多而且有很多人在做空这个看到还不是做空的好机会吗？对吧？所以呢这个星期一早上很多人加入了做空，一开始它是跌了好多所以后来原来特朗普要转了之后转了这么快，人家都是意料不到的，股票市场反弹了。所以第一个反弹就是因为贸易关税战，我讲惯了贸易战，关税战有机会可以这个
消失掉或者是不成立啊，因为习近平又跟特朗普会打电话了，对吧？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不打了，延后了理由是说他们配合了，压后1个月，但我觉得之后也会有其他的理由，除非又有新的东西改变。不过特朗普老人家改变还是很快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空军之前空港股的，现在要 cover their shorts 就是看到形势不对头了，他们要买回之前沽空的股票，这个是推高了加快了这个股票市场的推高了第三个就是大家在憧憬，明天是 A 股的开市，第一次的开市。OK 那这段时间呢，在美国的中概股市涨了不少，所以人家这个预算预期A 股的开市之后涨的机会是大于跌的机会，因为美股已经涨了嘛，这个 A 股没涨吧，对不对？停掉了，放假了嘛，所以大家预期明天的 A 股会涨，而且呢，明天这个港股通又开始了有大陆的资金可以来香港买港股了，所以香港的股票还是算是很便宜、很吸引的，特别现在外资也看到了Rich 的技术分析也看到一些港股的一些机会了，对吧？所以呢，大家看到可能 A 股港股通一开始之后，香港的股票也会涨了所以这个星期一早上跌的时候如果你有把握到的话，那就是很开心很开心了，是不是对尤其是我记得星期一跌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知道星期天有没有人看了这个直播之后有马上加入 GMT， 然后去看了一下你星期五的那个最看好的5个股票那平均算下来就这2天股市不是涨了这几个股票现在平均也涨了9.6%哇，也非常不错没有你的 Plenty 厉害但是一个股票买到了是开心了5个股票的话总是有一些涨了多一点，有些涨了少一点其实呢过去的回报不代表将来但是将来的机会也是源源不绝的。我觉得还是装备好自己的话波动所谓的波动一看不合理明明不应该跌的为什么跌这个反而是一个带来的机会所以呢还是要说装备好自己所以今天我在港股里面也赚了一点钱，就蛮开心的，就这样OK 好，那最后当然呢这张图呢是给大家看到，就算你是个长线投资者也可以买到一只好的股票小米这是我太太的这个仓位我的太太买了2只股票，长远投资的2只股票，一只是 Apple 3只一只是 Apple 长远买的这个08年买的，大家可以算一下08年的 Apple 到现在多少第二只是小米22年买的，第3只是美团是吧？美团 OK 就是这样 OK 所以当然最好的10倍股是买了我在我创业的时候私募基金买了我OK 那当然呢其实我觉得找到一个好的公司的话可以是长远投资的，对吧？你短暂低买高估是好，但最好的还是买到一个股票之后能长远投资散户最大的我访问一下，有没有人曾经买过小米，但是在低位现在看来所有的你卖走的都是低位，对不对？曾经你买过一个小米，现在有点后悔曾经有只小米在你手里，但是你卖掉了，没有好好珍惜它，现在后悔莫及，全世界的悲哀莫过于此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写一下那我就是看到大家散户一般来说有10个经常犯的关键的错误输掉冤枉钱是最冤枉了，最不应该了所以为了大家我用了1个月用了1个月做了62分钟的一个免费的课程OK 不会永远免费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不要这个输冤枉钱，对吧？这个当然是我们10倍股的22天课程的第1天或者我叫它是第0天
啊，所以免费的开放给大家了啊，大家可以只看这个免费的啊，如果你看完之后觉得好的话，哎又对买10倍股有兴趣的话，那报之后的10倍股的课程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投资自己脑袋，是一个非常好的，好吧 ？OK， 那所以呢，我们看看啊，今天人数不够啊，所以大家还要讨论什么？你曾经买过小米吗？哦，有哦，哈哈，有55%的人买过，但是卖了。OK，OK，也有人很好，只卖了一点点，还有55%的有啊，恭喜这位夸南倩 ，OK， OK， 所以呢，这位同学网友恭喜你 ，OK， 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本来是一个突发的希望大家可以源源不断的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钱，因为现在我个人的判断是特朗普的关税战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但是全世界也是会因为这样赚钱是越来越难了，无论是打工的做生意的，肯定赚钱是越来越难的那股票市场里面我觉得是有波动，但是不太会有像去年一样的什么阿猫狗阿猪3个星期涨50%这个星期涨1倍这种，这个疯狂的年代可能已经是过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纽约的朋友我记得这个纽约的朋友非常好，23买纽约的朋友都可以买港股，所以厉害 ，OK， 好，那所以还是祝大家再拜一次年，祝大家蛇年恭喜发财，恭喜身体健康赚多点加入我们 GMT 一起去寻找，或者是你这看免费课程也可以看这个无风险的技术分析的 Rich 课程也可以，好吧？丰俭由人最重要是身体健康也是能赚到钱赚到钱了，身体就更加容易健康了好，今天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